老孙，快点儿！批发市场去晚了，没好菜了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妈，丽丽楼道怎么这么黑？之前装的感应灯呢？谁干的？我拆的。你家那灯太亮了，晃得我睡不着。跟物业说了没人管，我就自己动手了。看你家搞特殊就来气，拆了怎么着？李师傅，带人来新筑小区，所有单元全部感应灯一盏不剩，给我拆干净。丽丽，算了，妈没事。什么叫算了？孙姐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王姐也不是故意的，相互体谅一下吧。体谅？我妈摔成这样，你让我体谅？她拆的是我妈的命。王姐就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周经理，2个月前你亲口说6楼感应灯归我爸妈专用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这不是情况有变吗？咱得学会变通，是不是？变通，行，那我也变通一下。喂，李师傅，你带人过来，把小区所有的感应灯全部拆除，我给3倍工钱，1个小时内拆完。你凭什么拆？那灯是小区的。凭这灯是我花钱装的，发票合同都在我手上。那你告我去。妈，咱去医院。孙丽丽，你疯了！你拆灯，我们晚上怎么下楼？唉，怎么摔成这样？大爷，拍个片子吧。额部裂伤缝了4针，回去观察有没有呕吐头晕。哎，好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孙德胜家属右臂骨裂，得打石膏，至少6周。孙玲玲女士私自拆除全小区感应灯，物业正在全力协调。丽丽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你跟妈好好养伤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孙总，我们被拦住了，王姐踹车说她跟您没完。孙总，我们撤还是等？先别跟他们冲突，原地等我的消息。孙姐，这事儿确实是王姐不对。你爸妈摔成这样，王姐得负责。我们刚才不知道情况，不好意思啊。孙丽丽，你别在这儿装可怜，你爸妈自己不看路摔了，怪得着我吗？灯是公共的，我想拆就拆，你是不是就想讹我钱？讹钱没门儿！你们刚才不是都说孙丽丽不对，怎么现在不说了？说呀！我看谁敢拆！这位大姐，我们是按业主指令施工，你让一下。大家都看见了，孙丽丽要断我们老人的活路，这种人就该把牢底坐穿。就是，家里有老人，没灯怎么下楼？李师傅，撤，不拆了，把人安全带回来，灯重新接上，一盏都不要少，包括6楼那一盏。经物业全力协调，孙丽丽女士已放弃拆除公共照明设施。物业始终坚持维护全体业主合法权益。团结起来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周经理威武，这次真办事儿了。哼，我们的灯，有些人就是欠收拾，以为有2个臭钱了不起。大家团结起来，谁也别想欺负咱老百姓。孙总，大半夜约我出来，不是光喝茶吧？刘楚，建设路和新拉路夹着的那一片，最近有没有规划的消息？兴筑小区那一带，去年年底市里提过一次旧城改造专项议题，那6个老旧小区，包括你们兴筑，全被纳入了重点改造片区备选名单。哪个方向的改造？一开始想走棚改，市里预算不够，后来提了阁中方案，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开发，
走城市更新路子。那片地周边配套成熟，又是学区，商业开发价值很大。要是有人能拿下，利润是这个数。后来为什么搁置了？牵头人出了点状况调岗了，几个部门扯皮就黄了。不是地段不行，纯粹是行政流程障碍。说白了，只差一个契机。刘处，这个契机如果我来当，需要什么条件？你说认真的？认真的。我公司可以扩项，资金方面我有渠道，联合体竞标也考虑过。3年前你一个女同志来竞标我们局的智能化改造项目，我就知道你野心不小。没想到胃口比我想的还大。那片地走存量用地盘活政策，成本能降不少，加上容积率低，改造成高层，利润空间非常可观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拆迁的业主意见统一，产权复杂，老人多，外来租户也不少，投票这一关是地狱级难度。方案和规划，你多久能给我看初稿？资质呢？城投置业够不够？法人是我，之前做智能化工程，房地产开发资质3年前就备好了。资金方面，自有资金不够就走联合体，2家国企都有意向跟投。但我必须再提醒你，兴筑那帮业主不好惹，尤其是那几个刺头，投票通不过，开发权再大也白搭。刘处，你刚才说那片地最大的难点是业主意见统一，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业主的意见恰好是我最不担心的一环呢？兴筑小区就是我爸妈住的小区，我家在那儿住了20年。2年前，我花了50万给全小区装感应灯。3天前，有人把6楼那盏拆了，我妈从6楼滚下来，额头缝了4针，我爸胳膊骨裂就在那些灯下面，而我刚刚被那里的业主集体网暴了。所以你不是单纯为了做生意？做生意是真的，但有些东西比生意更重要。他还有脸告你？他拆了我们的灯，害我们摔成这样，他还有脸告你？妈，这是我也准备告他的诉状。丽丽，你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法务说胜诉概率接近100%。然后呢？赢了官司，王姐赔钱，她名下没几个钱，强制执行都执行不出什么。周经理换个小区继续当经理，邻居们认个错，背后照样嘀咕你得理不饶人。你妈额头上的疤能不能赢回来？爸说的对，对这些人来说，感知不到利益的痛痒，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回忆。李律师，诉状先不递。孙总，我们证据链很完整，开庭必赢。我知道，但赢了他也就是赔点钱道个歉，太便宜他了。不起诉，不谈判，不私了，我要他自己吞下自己种的果，在所有人面前咽下去。我妈说的对，有些人你给他灯，他嫌晃眼睛；你不给他灯，他怪你自私。怎么都是你的错。你不是喜欢代表大家吗？你不是说灯是大家的吗？那好，这次就让大家来决定你的命。妈，你额头上的疤，爸胳膊里那块钢板，我不能让你们白疼。王姐，你不是说我们的灯吗？那这次也让我们来评评。依据城市更新条例，兴筑小区已被列入重点改造片区备选名单。本次更新拟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，由具备资质的开发主体统筹实施。拆迁要拆迁了！我家那套82平能拿多少钱？听说隔壁街道去年拆迁补偿标准是这个数。那是去年，今年地价涨了，起码多3成。大家听我说，都别急着高兴。拆迁说的轻巧，开发商都是骗子，先把你们骗出房子，补偿款拖你个3年5年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这是政府公告，盖了章的，政府肯定靠谱，但咱们自己得留心。我侄女他们家前年拆迁到现在都没拿到钱，大家听我的，我们不签字不搬家，开发商就得给咱们加钱，多要来的每一分都是咱们自己的血汗钱。王姐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可他侄女的事儿是真假？这事儿我王姐替大家扛了，我认识搞拆迁的人，知道他们的套路，大家团结起来，保证亏不了。我把话放这儿，
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，开发商就得跪着来求咱们签字。又开始了。大家放心，我王姐说替你们出头，就肯定替你们出头。拆迁这种事儿，谁先开口谁就输了，咱们必须统一行动，听我指挥。王姐，您辛苦了，给您发个红包，代表大伙儿的一点心意。大家放心，红包我收着，事儿肯定给你们办妥。明天我就带人去更新办公室堵他们的门。嫂子，赵婶对不起你，赵婶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我去，这不是真的吧？老婆，你快过来看看这个。孙丽丽，就是6楼那个孙丽丽，上次妈摔了我们去围观的，她是开发商。哪个孙玲玲？就那个给全小区装灯的？就是她，被王姐拆了灯，她妈从6楼滚下来的那个。她不是做那个什么智能化的吗？怎么成开发商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反正这公章是真的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！事情才刚刚开始。之前咱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孙总家里的事儿，说到底确实是王姐做的不对，咱们当时不了解情况，被误导了。对，就是被王姐误导的。我就说她那人太极端了。孙姐，之前的事儿真的对不起，我那被王姐带了节奏。你母亲好些了吗？我认识一个很好的跌打医生，祖传正骨的，您要是需要，我马上把联系方式发给你。跌打医生，祖传正骨。3天前你说至于吗？3天后给我推医生，你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早干嘛去了？孙总，这个特殊困难家庭范围能不能扩大一点？我家老爷子今年79，明年就80，只差1年，能不能也算进去？对呀，这个关怀方案应该普惠，不能只照顾一小部分人啊！我家也有老人，我们普通家庭也有困难，凭什么只有80岁以上的有安置房？18户太少了，名额应该按人头平均分配，而且凭什么由居民投票？万一有人拉票呢？这不公平！真是贪婪，可惜还是小虾米，大鱼还在后面。孙总，今天群里人多，不好说。我家确实困难，老伴常年吃药，儿子刚失业，您看那个特殊关怀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您帮我这次，一辈子记您的恩情。记一辈子恩情，能弥补我爸妈受到的伤害吗？哼！孙丽丽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知道你是开发商，你想拆迁可以，但我家那套房子82平，你得按商业地产标准补偿。你这是住宅小区，别装蒜，按市场价我不接受，至少翻倍。还有我要一套过渡安照房，精装修的，面积不能比现在住的小。你那个什么关怀方案里面那些好处必须给我算上，你要是同意，我现在就去法院撤诉，大家脸上都好看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动员所有业主一起反对。我在群里一呼作应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还有吗？这就是我的条件，你自己掂量吧。法务，帮我把这份报告发出去，我要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他到底是个什么嘴脸。他怎么不吵呢？他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？妈，伤财刚好，别做针线活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小区那边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？知道。那个业主群，我其实一直在里面，从装灯那天就夹着了。那你都看到了？他们骂你搞特殊，王姐说你讹钱，你发我缝针的照片上去，没一个人噤声。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说过？不是不生气，
是妈知道跟他们吵没用，你越大声，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。他们只听得懂一个东西，妈以前总教你做人要善良，不要太计较。但这次他们把妈额头摔破了，把你爸胳膊摔断了，妈反而觉得是妈以前教错了。善良不是给所有人的，给错了人那就是蠢。闺女，按你的想法去做，妈不拦你。母女同心。爸，还不睡？闺女，我问你，周六那个业主大会，你是不是要去？那天我也去。爸，你的手还没好利索。不是去闹，是去给你妈说句话。你爸这辈子当了一辈子老好人，总觉得吃点亏不算什么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可这回你爸不忍了，我就想让那些人知道，凭我们花的是自己的钱，让老人上下楼亮堂点，我们从来没欠过任何人。闺女，爸不问你要做什么，但你记住一条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放心，爸，我只打别人。笑吧，再过2天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一会儿开发商讲话的时候，大家不要轻易表态，听我指挥。我让你们鼓掌，你们就鼓掌；你们反对，你们就反对。拆迁这种事儿，谁先开口谁就输了，必须统一行动。各位邻居，早上好，我叫孙丽丽，我父母在新住小区住了20年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也是这个小区长大的孩子。关于补偿方案的核心条款，各位手里材料上已经写清楚了，我只强调3点。第一，法定补偿标准之外，城投置业额外提供每平方1000元的签约奖励，签约期内签约，到账当天兑现，不拖不欠。第2和第3点涉及到大家最关心的特殊困难家庭关怀方案，以及获得关怀方案资格的前提条件。法定补偿之外，每平米额外补贴1000元，签约奖励，签约当天到账。我家92房，你帮我算算，9万2当天到账。我家87，那就是8万7，真给啊！我家才65平，早知道当年买大点了。孙总，这钱是写在合同里的，不会到时候又说情况有变吧？合同明确，有法律约束力，白纸黑字，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事改变。喂，你猜咱家能拿多少？接下来我宣读特殊困难家庭关怀方案的审核条款。本次关怀方案涉及的所有福利由全体居民投票产生最终名单，而为了确保公平，凡存在恶意破坏公共设施或对他人造成侵权行为的业主，其享受资格需全体居民投票表决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着我干嘛？这不明摆着冲我来的吗？孙丽丽，你这不明摆着冲我来的吗？什么叫恶意破坏公共设施？我就是拆了个灯，那灯晃我眼睛。王姐，你先坐下。我不是冲你一个人来的，这条款写的是一类人，凡是拆过灯、破坏过公共设施、伤害过别人权益的，都算。我给你们翻译翻译这条款什么意思，就是说，谁享受特殊关怀，不是我说了算，也不是物业说了算，是你们自己投票说了算。为什么要投票？因为上次我妈摔了，缝了4针，我爸胳膊断了，全小区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声。既然你们当时不帮我家说话，那现在也别让我一个人来决定谁该帮谁不该帮，大家一起定，公平吧？这话说的也没毛病，又不是针对一个人。是，拆灯的又不是只有王姐，这规矩其实挺公道。那万一投票的时候，别人把我以前那点破事翻出来咋办？你们昨晚不还说肯定站我这边吗？这条款不是我定的，是你们自己用那50万和那通骂帮我定的。规则讲完了，现在
我想请2个人上台。那是孙叔，头发怎么全白了？他胳膊还没好利索呢。孙叔，我扶您。不用，我自己走，走了20年了，这楼道我熟。慢点，不着急。你也是，看着脚下。好，咱慢慢走，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。这是我在群里说的话，17次，灯坏了，请修一下。下面从来没人回过，这是我一条一条从微信记录里找出来打印好的。5年，17次，我说灯坏了，没一个人理，没一个人修。后来我闺女自己花了钱，50万。给全小区每栋楼每个单元每个楼层都装了感应灯。装灯那天，整栋楼的老人站在楼道里拍手，我老伴笑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说这是我闺女给装的。她就一个要求，6楼的灯灵敏度高一点。她腿脚慢，走到哪儿亮到哪儿，不用跺脚，不用拍手，就这一个要求，就这么一个要求。我闺女安了灯，你们骂她搞特殊，我老伴摔了。没人问一句，有人拆了灯，你们说拆得好。我今天不是来骂谁的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们谁家没有老人？谁家没有腿脚不好的爹妈？要是你家老人摸黑下楼摔了，你心里什么滋味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亮堂堂的楼道里，你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照着你家老人下楼的光，是谁花钱买来的？你们一次也没有想过。我闺女从来没欠过你们任何人，她就想让楼道亮一点，让她妈晚上出门能看清脚下的路。就这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你们都要拆掉。我当了一辈子老好人，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可你们得寸进尺，拆了我家的灯，骂我闺女搞特殊，摔了我老伴儿，摔断了我这只手，然后你们在群里庆祝胜利。我就想问，我们老孙家到底欠你们什么？我爸说完了，现在该我给你们算账。2年前我装灯，一共花了50万，电费2年12万4千块，物业没有出1分，各位街坊没有出1分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摊拍过，没有跟任何人计较过。当初我就一个想法，小区里老人多，谁家没有个腿脚不便的爹妈？灯亮一点，大家上下楼都踏实。为我爸妈设置的那盏高灵敏度专用灯，是我在这个项目里唯一的私心。你们每天天黑之后，在亮堂堂的楼道里上楼回家，有没有一次，哪怕只有一次想起过这灯是谁装的？有没有一次你掏钥匙开门的时候想过这灯的电费是谁在交？都没关系，我不是来追讨感谢的。但今天我要你们记住这些数字：50万、12万4千，2年的时间。现在投票开始。爸妈，这一票是替你们投的。大家说话呀！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致对外的吗？你们愣着干嘛？老王，你什么意思？王姐，你自己拆的灯，还害人父母摔成那样，这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。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。你说什么？当初不是你跟我说拆得好就该给他点颜色看看的吗？你现在装好人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？你有证据吗？老王也说过这话，谁知道呢？反正现在都推给王姐一个人了。你呢，李姐？去年你家水管爆了，是谁去物业帮你拍桌子骂人的？你现在也投反对？王姐，这一码归一码，你自己惹的事儿别连累我们。我孙子还等着住新房呢。老张，我给你发的红包你抢了没？你不是说我王姐最仗义吗？你别问我，我听大家的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！刘姐，你帮我说话呀！去
去年电梯坏了，是我去物业帮你闹来的粉清费。王姐，你拆灯那事儿确实是你自己惹的祸，别连累我们。我孙子还等着安置房呢。老张，我给你发的红包你抢了没？你不是说我最仗义吗？我早就想说了，王姐那种人太极端了，这次我可没跟她站一起，我的票是反对的，大家作证。你投票结果将在5分钟后公示，请各位尚未投票的业主抓紧时间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多要点补偿，我也是为大家出头啊！强烈谴责王某某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，支持孙总，依法维权。强烈谴责王某某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，支持孙总依法维权。我替你们出头，你们就这样对我？你们这群白眼狼，天杀的！老孙，去年你家灯泡是谁帮你堵的？张姐，你别走，你儿子结婚我还随了500块份子钱，你们都不敢看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打人吗？你用螺丝刀拧碎的不只是一盏灯，是你在这小区里所有的脸面。全票反对，你应得的。插曲结束了，现在开始讨论拆迁签约的顺序。先签约的业主可以优先选房，按面积排序，同等面积按签约时间排。今天下午开始预注册。孙总，我家92平，现在能登记吗？我家87，合同在哪儿签？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排队，先到先得。爸妈，回家了。王姐，散了，我们送你出去。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我在这住了15年，凭什么让我走？你有钱了不起？你等着，我告你去！你踩碎的那个面板，现在还放在我办公桌上。每次开会之前，我都会看一眼，它会提醒我，对有些人不能有善心。维持散场秩序，各单元楼栋长到我这里集合。散了，都散了吧。老郑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嘴巴给我闭紧点儿。周经理，你借螺丝刀那天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你让王姐自己去拆灯的时候，想过孙叔会从6楼滚下来吗？我没让他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有什么话到调查组再说。孙总，人带走了。那天的笔录原件我已经交给调查组了。周经理刚才还想让我闭嘴，我没忍住，多说了2句。谢谢你，老郑。不用谢。那天我在旁边看着王姐拆灯，什么都没做，是我这辈子最亏心的事儿。您妈摔成那样，我就站在旁边看，今天算补上了，虽然补不回来。把老郑女儿的简历调出来。本科学历，物业管理专业，通知他明天来报到，岗位物业管理培训生。孙总，这个岗目前没有空缺编制，而且按流程需要面试。特殊通道，我批的，不需要面试。孙总，我能问一句吗？这个老郑是？他爸在我们小区当保安，我妈摔了那天，王姐拆灯用的螺丝刀是物业工程部借的，周经理在背后捅刀子，业主在群里骂我家讹钱，所有人都假装看不见，只有老郑站出来做了笔录。他把螺丝刀的借用记录，周经理那句话一字不差写给了我。那几天，那是唯一一个跟我说了实话的人。我问你，
这种人值不值得一次机会？懂了，我马上去办。法院通知，原告已主动撤回起诉，同时我方反诉仍在推进。关于王某某过失致人伤害的民事责任追究，将在法定期限内完成。孙总，王姐昨晚11点多搬走了，一辆面包车，没开灯，两口子自己搬的。门口小卖部说，她白天在楼下被人当面啐了一口，没吵，自己拿袖子擦了。孙总，您还有别的吩咐吗？几点了？5点40。孙总，今天签约那边又排了70多户，老王他们家上午就签完了，还问能不能提前选房，按排队顺序来，谁先签谁先选，不用特殊照顾。明白。对了，刚才法务那边也打电话来，问反诉那个案子要不要继续追？不用追了，他能赔什么？赔钱没钱，赔命命不值钱，法院判了就行，剩下的他已经在付了。他不是输给我的，是输给了他自己。那把螺丝刀要是没借，他现在还坐在第3排中间，跟人吹牛说他是业主代表。嫂子，我来看看你。嫂子，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家。那天你摔成那样，我就在人群里站着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后来王姐在群里骂小孙，我也不敢吭声，我怕得罪她，怕她堵我门口骂。嫂子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就是想把话说出来，不然这口气堵在胸口，我睡不着觉。嫂子，我不恨你，你怕他我懂，可我这额头上的疤，刚拆线那几天，天天疼。那时候我盼着有人来看我一眼，就一眼就行。现在我不疼了，苹果你拿回去吃，心意我领了。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。20年了，你上高中那年搬进来的。你妈说这房子好，离菜市场近，买菜方便。她这个人嘴硬了一辈子。后来膝盖不行了，我问她要不要换房子，她说不用，说住了这么多年，舍不得邻居们。她把这些邻居当家人，可从这儿滚下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家人来医院看她，一个都没有。爸，东西还要拿吗？不拿了，就是回来看看。屋里那些旧家具跟了我们20年，搬来搬去也没意思，让他们跟着房子一起走吧。这灯是你让他们重新装上的？走之前安的，想着万一你们想回来看看，楼道里不能黑着。亮倒是挺亮的，比原来那盏还亮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花了钱，是没能早点看懂人心。早知道那50万会换来这个，我宁可把钱烧了，也不让你受这委屈。爸，我不委屈，那50万没白花，他帮我认清了这小区里每一个人。走吧，以后不回来了。新家楼下那个菜市场离得远不远？不远，出门右拐，走路5分钟。那还行，你妈买菜方便，她那个人就图个近。孙总，一般验收都是抽查，您这每层都看，得一整天。调高灵敏度，延迟调成30秒。这栋楼里住的都是80岁以上、腿脚不方便的老人，他们走得慢。孙总，这灯已经比标准高不少了，够用了。够不够用不是标准说了算，是我妈说了算。她当年在6楼摸黑踩空那一脚，就是因为灵敏度不够，
走到跟前灯才亮，来不及。闺女，就是你说的，不用花钱就能住新房。爷爷，不用花钱，直接换新房。老房子多大，新房就多大。过渡期间免租金，水电费全免。我活了82，没见过这种事儿。好人啊，真是好人。别鞠躬，这不是好事儿，是好规矩。以后你晚上起来上厕所，灯会自动亮，不用摸黑，走路慢点就行。继续，下一层，每盏灯都要测，1盏不许漏。闺女，你图啥？我妈也腿脚不好，膝盖不行。晚上下楼买菜，摸黑摔过2回。我知道摸黑下楼是什么滋味。我本来是给他一个人装的灯，后来发现有很多和他一样的老人都在摸黑，所以我想，那就多装几盏。闺女，你妈好福气，生了你这么个好闺女。她不是好福气，她是用自己的额头教会了我，灯要亮在没人愿意掏钱的地方。这是啥？新雕塑？不像，我猜是年度奖杯。今年不是评了优秀团队吗？别猜了，别猜了，孙总过来了。这是昨天周经理在工程部领用的物品，他用这把螺丝刀撬开了仓库的锁，拿走了里面的东西。这是我亲手放进去的，以后新员工入职，第一课来这个展柜前。这标签是我贴的，贴上去那天，周经理拍着胸脯说，谁都不能动。后来有人拿螺丝刀把它撬了，螺丝刀是物业界的，批准人就是那个拍胸脯的人。你们记住，永远不要辜负别人的信任，永远不要给人背后递螺丝刀。老板说，新员工入职第一站先看这个，不是艺术品，是底线。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孙总父母住的老小区，他自费装了全小区的灯，后来有人嫌灯太亮，把灯拆了。他妈从6楼滚下去缝了4针，他爸胳膊骨裂。拆灯用的螺丝刀是物业界的，这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证据。比以前强多了。大叔，灯坏了是吧？我刚接到报销推送，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我没打电话呀。不用您打，现在咱们小区所有感应灯都连了网，哪盏坏掉，后台自动派单。孙总的规定，工区照明故障，接单后10分钟内必须到场，超时扣绩效，我们可不敢耽误。10分钟？那要是大半夜坏了呢？也一样。上回凌晨2点系统报警，我们师傅裹着被子就来了。孙总说过一句话，老人企业不看时间，灯也不能看时间。好了，大叔，您放心，以后这灯不会再灭了。再灭您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专门负责这块。你叫什么？我姓刘，您叫我小刘就行。大叔，我听说了，您就是孙总父亲吧？这灯的规矩是您家的事儿换来的。这规矩好，不用求人，灯自己会亮。这等开修得费多少电？又不是没有感应灯，
一进门就亮的那种，不是更省事儿？别管。怎么？闺女说，这盏灯不需要跺脚，不需要拍手，也不用感应，就这么一直亮着。那叫什么？叫安心。咱家以后就用这种灯。对，安心，就是不需要证明自己值得被照亮，光就在那里。孙总，跟您说个事儿，王姐搬去那个廉租房以后还是老样子，跟楼下因为晒被子滴水的事儿吵，跟对门因为垃圾袋放门口的事儿吵，上星期把人家养狗的骂哭了，人家儿子直接堵他门口让他滚出那栋楼。那边没有周经理给他借螺丝刀了，也没有人听他统一行动了。听说他骂不动的时候，就坐在门口发呆，脸上还是那个表情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。他没跟你借钱吧？没有，他现在见着我就绕道走，估计是记恨我那天做笔录的事儿。记恨就记恨吧，他那性格到哪儿都一样。以前在小区有人帮他兜底，周经理给他递螺丝刀，邻居们帮他骂我，现在这些全没了，就剩他自己。泼出去的恶种，最后都得自己咽回去。孙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，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王姐也挺可怜的，她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错在哪儿，她真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她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想不想得明白是他的事儿。我妈额上的疤消不掉，我爸那胳膊到阴天疼，这些跟他想不想的代价照样得付。也是。对了，孙总，我闺女昨天第一天上班回来说，公司食堂的红烧肉特别好吃，吃了2碗饭。那就好，让他好好干，公司管饱。孙总，收发室收到的，没有落款。是王姐寄的，写的什么？骂我不得好死，说我毁了她一辈子，要跟我没完。他还敢寄这种东西，要不要报警？报什么警？他要是还能打官司，就不会写信了。他现在除了写信骂我，还能干什么？连个听他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您还留着？当然留着，和这个碎标签放一块儿。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敢这么幼稚的事情，毁掉他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最后我要专门提一句，城投置业在这次项目中制定的特殊困难家庭关怀方案，18位80岁以上独居老人全部免费安置，这在全市旧改项目里是首例。孙总，你们立了一个很不低的标杆，后续其他片区的更新项目，这个方案会被列为参考范本。这会儿没外人了，孙总，说实话，你当初做这个方案是不是有私心？我妈膝盖不好，摸黑下楼摔过2回，第2回从6楼滚到5楼，额头缝了4针。那栋楼的灯是我亲手装的，也是被人亲手拆的。所以那18位老人的安置服，每一盏灯，我都要求用最好的。孙总，等一下。刚才会上我没好意思说，我觉得你其实挺善良的。陈处，我现在不敢随便用善良这俩字了。为什么？50万，全小区都亮了，这不是善良是什么？那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善良的，可经历我妈摔倒的事情后，没一个人帮我家说话。你要是经历过这种事儿，你还会觉得自己善良吗？所以你后来那份关怀方案，把投票权给了全体居民。对，我不替他们做主了，谁该帮谁不该帮，让他们自己投票定。善意这东西就像灯，安对了地方，照亮的是人心；安错了地方，照出来的全是鬼。我花了50万才学会这个道理，
代价太大了。所以我现在做事不分善恶，只讲规矩。规矩对所有人一样，谁也别想钻空子。安对了地方照的是人心，安错了照出的是鬼。这话比我们那些红头文件管用。回头我在会上引用一下，不介意吧？随便用，不收版权费。他妈摔了又不是王姐推的，至于吗？孙总，以前的事儿真的对不起，我那天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了那种话。我回去跟我老婆一说，她把我骂了一顿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嘴欠。那天看大家都在骂，我跟着说了2句。后来我妈知道了，说我没良心。我妈腿脚也不好，她说要不是你那灯，她早摔了。孙总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家合同看清楚了吗？补偿面积跟房产证一致不一致？看清楚了，一致。签好就请让一下。下一位。孙总，这都第3个道歉的了，您怎么一个都不回？他们是来签合同的，不是来跟我聊天的。合同签完，他们拿钱选房，我完成任务，谁也不欠谁。道歉是好事儿。但不用非让我听见。孙总，我知道我没脸加您，但我是真心的。当年的事儿我做了混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没资格求原谅，我只想跟您说声对不起。您不通过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把这话说出来。谁呀？602老王想加联系方式道歉，你给拒了？拒了。还拉黑了。他那天在群里骂你了吧？骂了，后来还给我发私信说他家困难，求我通融。今天又来道歉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妈，这种人你对他客气一次，他下次就觉得能跟你攀交情，到时候选房要插队，补偿要多算，车位要好的都来了，省得以后麻烦。助理那边统一回了。签约补偿走公对公，不加私人联系方式。祝他们在新环境里找到让自己心安理得的邻居。老周，那车擦干净没有？客户等着呢。你这速度比昨天又慢了。快了，就差前窗了。这2天腰不行，弯不下去。老周，你咋了？腰又闪了？老周，你认识那女的？不认识，人家开奔驰的，我上哪认识去？不认识你愣啥神儿？那车擦干净没有？擦完了，那辆本来就干净。你这话说的，来洗车的哪个不是干净车，非要再洗一遍？有钱人的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行了，后面还有3辆，赶紧的，今天干不完，老板又得扣你钱。上个月你已经被扣了200了。扣就扣吧，反正房租还欠着，也不差这200。这腰不知道还能撑几天，真不行就去桥底下睡，夏天也不冷。孙叔，这是从6楼拆下来的，灯和门牌都给您留着了。602，20年，就剩这块铁皮了。爸，这灯我让李师傅接上电池了，还能亮，您要不要看看？能亮？能，我试过了，亮着呢。这灯还亮着？亮着。我让李师傅换了新灯泡，接上电池，能亮好几天。亮好几天，等电池用完呢？那就不亮了。不亮了也好，这灯照了咱们家2年，前面1年半是亮的，后面半年是黑的。亮的时候你妈天天夸，黑的时候你妈从这儿滚下去，让它灭了吧。
该灭了。走吧，回家。你妈今天包饺子，羊肉馅儿的。孙总，这间位置最好，正常价卖至少多卖20万。您预留是给谁？赵淑芬，就是上次来家里送苹果那个赵婶儿。对，全小区几百号人，只有她拎了一袋苹果来敲门。那苹果不值钱，门口水果摊10块钱3斤，但那是唯一一点温度。便宜20多万呢，孙总。20万怎么了？你自己算算，我妈缝4针，我爸打钢板，我挨了几百条骂。这堆破事儿折成钱，20万够不够？但赵婶那一袋苹果够。那您干嘛不直接跟他说呢？让他知道是您帮了他。不用，他那个人，你要是跟他说是特意留给他的，他肯定不敢要，又该说什么无功不受禄了，又要提那天没敢站出来帮忙的事儿，不如让他以为是正常排号排到的，住得心安理得。那他要问起来呢？真要问，就说这是公司内部安排，按规定办的。他要再追问，你就说孙总让我带句话，赵婶儿，那袋苹果没白送。按这个执行，不用通知他本人，等交房的时候让他自己开门。他送过一袋苹果，我还他一扇朝南的窗户，两清了。真好看，老孙，你看那朵跟菊花似的。比咱们结婚那年放的好看多了，那年就放了仨响，还哑了一个。你还记得呢？记得，那天你也说好看，今天还是这句。爸妈，冷吗？要不要进去看？不冷，外面看得清楚。丽丽，那栋最亮的楼是咱们以前6楼那个位置吗？就是那个位置，顶楼那盏灯是单独装的，不声控不感应，常亮。常亮好啊，不用跺脚，不用拍手，走哪儿都亮着。一盏灯没了，换来一片楼。那不叫一盏灯没了，是你心里那盏灯灭了，你得把它重新点亮。只不过这回你点了一大片。妈，你这话说的比我有水平。那当然，你妈我吃了67年的盐，不是白吃的。孙总，这是枫树湾小区的联名笃信信，他们去年拆迁，开发商借鉴了咱们的关怀方案，18位困难老人全都免费安置了。业委会说一定要谢谢您。把咱们那份方案的电子版找出来。要发给谁？给枫树湾业委会回一份吗？不，放到公司官网首页，公开下载区。不用注册，不用留联系方式，谁想用谁下载。可是孙总，那个方案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打磨的，法务部反复审过，光是安置房那几条就改了7、8版。就这么公开，别人拿去直接用。对，直接用，不光公开，把公司 logo 也去掉，文尾加一行字：欢迎各开发商无偿使用，但必须一个字都不许改。连 logo 都去掉，那别人也不知道是咱们做的。知不知道重要吗？枫树湾那18个老人住进新房的时候，有人跟他们说这方案是城楼做的吗？没有，但他们有房子住了，晚上楼道里有灯了，这比100个 logo 都管用。我妈当年要是有人抄一份方案多装一盏灯，她也不至于从6楼滚下去。这封信跟那个碎标签放一起，一个是我挨的巴掌，一个是我还回去的糖，2个都得留。孙总，您觉得商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是诚信吗？还是创新？今天来之前，我在想，讲什么能让你们记住。后来我从公司展柜里拿了这把螺丝刀，它拆掉过一盏灯，结果我妈摔倒，额头上缝了4针，我爸胳膊骨折。你们问我商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我的答案不是诚信，不是创新，是敬畏。这把螺丝刀本身没有善恶，用它紧紧一颗螺丝，灯亮了，老人看得清路；用它拆掉一颗螺丝，灯灭了，有人摔倒受伤。善恶不在工具上，善恶在我工具的人心里。你们将来不管做哪一行，都会面临一个选择。你这一下下去，
是给别人撑遮风挡，还是踩别人的底线？你拆掉的是一颗螺丝，还是别人的安全感？孙总，那如果我们遇到了那种故意拆别人灯的人怎么办？好问题。我以前也觉得遇到这种人要跟他讲道理，要感化他，后来我发现没用。他拆了你家的灯，你爸妈摔了，他反过来骂你讹钱。这种人你跟他讲道理，他跟你比嗓门；你跟他比嗓门，他跟你耍无赖。所以后来我换了方法，不吵了，直接把规则改了。什么规则？关怀方案，困难家庭免费安置，但谁享受，全体居民投票说了算。你平时做好事儿，邻里关系好，大家投你；你平时拆别人灯，骂别人妈，大家也投你。投反对，坏人不是怕好人，是怕规矩。好人不用追着坏人跑，把规矩立好就行。我希望你们记住这把螺丝刀，不是记住我的故事，是记住你手里的每一个工具都有重量。用之前先问自己，这一下下去是剑还是毁？孙总，判决书您看了吧？法院那边的意见是建议我们申请终结执行。王姐名下确实没财产，强制执行也追不出什么。您看，那就签字，终结执行，不追了。孙总，其实我们还可以走其他程序，比如申请限制高消费，列入失信他名下没财产，限制高消费有什么用？他本来就坐不起高铁。判决书上写的清楚，故意损毁私人财物，过失致人伤害，这几个字比什么执行都重。以后任何人翻这个案子，都知道他做了什么。孙总，您真就这么算了？他连个道歉都没有。他要是有道歉的觉悟，就不会写那封匿名信骂我。我不用等，我已经翻篇了。孙总，那边吵架那个老太太看着有点眼熟。是王姐。王姐，就是以前那个，她怎么在这儿？这二手车市场乱得很，都是扯皮的。不知道，可能是来卖车的，也可能是来找人吵架的。她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吵。您要不要？不用，绿灯了，走吧。孙总，您刚才看到她心里什么感觉？没感觉，以前有，恨过，后来发现恨他也挺累的，他不值得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这种人你恨他，等于还在跟他较劲。我不想跟他较劲了。有些人的落魄，看多了会觉得自己对不住当初受过的苦，无视已经是最大的体面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我是楼下刚搬来的，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就是这走廊的灯角度正好照进我家宝宝房间，他晚上睡觉晃得有点哭闹。我不是说不好，就是想问问能不能稍微往下调一点点，一点点就行。太亮了，晃眼睛，吵得老娘睡不着。你们家搞特殊。阿姨，要是麻烦就算了，真的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宝宝床头遮一遮，不麻烦。几楼？哪个灯？阿姨，我自己来就好，带路。阿姨，谢谢您，这水果您一定收下。好，水果我要。以后灯有毛病直接来敲门，不用带东西。谢谢你，阿姨。妈，您这是帮人调灯去了？楼下小陈家宝宝嫌灯晃眼，我帮他松了半圈。松了半圈？是啊，亮还是亮的，角度低了一点，又不影响别人走路。
笑什么？妈哪句话说错了？没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松半圈就够了。笑什么呢？爸，今天我妈帮楼下邻居调灯，只松了半圈，灯还是亮的，人也不晃了，这就是咱们家的家风。那以后每年换季，咱全家帮全楼检查一次照明，就当是规矩。邻里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帮一把是一把，但这种帮得给懂得的人。孙总，这柜子放了10年了，1楼大厅寸土寸金，要不要撤到仓库保存？不，放在这儿不是为记仇，是给我的员工、客户、合作伙伴看。这家企业有自己的良心和底线。底线永不封存。孙总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，这展柜里每样东西我都认得，碎标签是您妈楼道的，螺丝刀是王姐借的，登记簿上有周经理的签字。这封匿名信是什么来历？王姐写的，法院判完之后她寄来的，骂我不得好死，说我毁了她一辈子。铅笔写的，小学生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，有些地方纸都被戳破了。他还敢寄这种东西，您还留着。这封信用他最真实的样子告诉所有人，有些人你就是把判决书拍到他们面前，他们也不会认错，他们只会觉得全世界欠他们的。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感化这种人，定好规矩，让他们在规矩里待着就行。从跺脚祈求光，到光为你而亮。孙总，您还没走啊？走了，又回来了。小张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这2个灯有啥讲究？左边这个是老式声控灯，你得跺脚它才亮，有时候跺了也不亮。我妈以前住的老楼就是这种，后来我给她换了感应灯，走到跟前自动亮，她高兴的跟什么似的，说跟走在红毯上一样。右边这个呢？最新款的，不用跺脚，不用拍手，走过去就亮，延迟设置成30秒，腿脚慢的老人也能走完。你看，这一亮，整条走廊都照到了，不闪不响不延迟。我妈要是能看到这个，肯定又说跟红毯似的。所以这行字是您想的？是，从跺脚祈求光到光为你而亮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儿。以前是求着灯亮，现在是灯主动为你亮，这中间差着10几年，差着50万，差着我妈额头上一道疤。还在，他还在，比以前更亮了。妈妈，这盏灯为什么放在这里？它好旧哦。因为它是咱们家的灯，外婆以前走路看不清路，这盏灯没亮，外婆摔了一跤。那现在它亮了吗？亮了。